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客观评价一下王一博的颜值有哪些不足。有人说王一博的颜值忽高忽低，更被很多网友称作男版刘亦菲。get 到的感觉他颜值出众， get 不到的认为他平平无奇，对他外貌评价两极化还是比较明显的。今天来客观地分析一下王一博的颜值，如果没错的话，他应该是出演古装剧《陈情令》才被大众所熟知。我搜了一下相关剧照后，才明白为什么大家感觉他颜值忽高忽低了。说实话，我感觉他可能并不适合古装造型。王一博的上庭和下庭的比例很好，但中庭偏长，脸型属于较窄较长的类型。正面的面部线条非常的柔和，颧骨略低，但是由于内收的这个类型，因此正面看着会比较窄。用发型遮住了上面部，有效的在视觉上弥补了偏长的面部比例。而古装的妆容恰巧将中庭较长的缺点放大，所以整体看上去面部配比会很不协调。侧面看，鼻、额角、鼻唇沟以及下巴突出的比例很协调。鼻唇角也是理想的90度，我们鼻唇角理想角度大致在90至110度之间，小于90度会像鼻尖长而下垂的鹰钩鼻，视觉上会觉得年龄大显老且难以接近。大于110度则会看起来会有露鼻孔朝天鼻的感觉。虽然侧面山根高，鼻梁挺，有凌厉的线条感，但鼻骨相对较粗，本来是一个好看的鼻子。但这些特点组合在一块，让他有了个大鼻子。鼻头肉多且厚重，在正面照中一眼望去有一些圆钝的感觉，但通过不同的妆容，能很好的修饰这一小缺点。除了肉多带来的笨重感之外，鼻起点的位置要太高了一些，鼻起点较高，已经快接近眉骨的位置。虽然侧面鼻子高挺，立体感十足，但正面中庭过长，影响了五官的配比，这也是他鼻子被注意到的原因。王一博的眼睛属于细长的单缝小内双，双眼皮比较窄，眼型平直并且内折。在正常睁眼时觉得眼睛窄而长，在整体的五官配比中眼睛不显大，眼白居多，这恰恰是高冷的来源。另外，王一博眉眼间距长的刚刚好，太宽可能会散，太近有局促感。而他的眉眼间距使得这条 T 型的横平线明晰明确。王一博最好的地方在于脸部线条简洁，面颊留白多，五官不拥挤，初看冷清，实则冷艳。而脸颊留白多在于他颧骨平，面部轮廓标准，没有过多的结构，也没有太多的肉感，一眼望去满眼五官。他没有膈面上的问题，下颌面十分的流畅，也没有颧骨突出的问题。从正面能看出他面中部分鼻翼两侧并不是鼻基底低造成的，他的鼻尖与唇峰下颌尖基本在一条直线上，都证明王一博不存在面中和下颌问题。其次，王一博骨量很轻，在头脸绝对值都很小的情况下，也没有突出的下颌角和颧骨。对比欧美超模棱角分明的脸上，清晰可见的下颌角和颧骨，仔细观察王一博的下颌角会发现，他的下颌角转折点很低，几乎快要与下唇窝平行了。这样的下颌角很容易长成一个粗犷的国字脸，如果遇到像聂远这样的下颌角外翻，下半张脸就会变得极为方正。不过好在王一博长了个尖下巴，很好的把下半张脸的笨重感中和掉。总的来说，他的颜值放在娱乐圈中可能不是最出众的，但在人群中呢是具有辨识度的。五官非常的正，没有太大的缺点，脸部线条清晰流畅，是典型的漫画美男的标准轮廓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